別再被日本企業財報數據騙了。2025財年納入統計的上市日企合計淨利潤達到 54.7 萬億日元，同比大漲 9%， 創下歷史新高。表面看日本企業賺翻了，日經指數也一路走高，好像日本經濟真的翻身了。可普通日本人感受到的是什麼？大米漲，雞蛋漲，房租漲，生活用品也漲。2025年日本實際工資下降 1.3%， 並且已經連續4年薪資跑不贏物價。扣掉通脹之後，日本人的工資購買力甚至還不如1997年前後的高點。這裡很多人會疑惑，為什麼日本人覺得貴，遊客卻覺得便宜？從2020年到2025年，日本物價漲了約 12%， 但美元對日元從107升到160附近，1美元能換到的日元多了接近 50%。 所以不是日本沒漲價，是日元跌得更狠。本地人扛通脹，游客吃匯率折扣。一句話，頂層開香檳，底層咬牙扛。很多人只看企業利潤新高，卻不問一句，到底是誰在賺錢？真正吃到紅利的主要是豐田、三菱、三井這些跨國大企業，他們有海外市场，有美元收入，有全球資產。弱日元一來，財報馬上變好看。但本土小店、小工廠、普通打工人感受不到紅利，只剩下成本上漲。拿豐田舉例，上一財年豐田營業利潤是 5.35 萬億日元，到了2025財年降到大約 4.8 萬億日元，也就是說營業利潤少了約5500億日元。但同一份財報裡，匯率因素給營業利潤增加了5900億日元，差不多相當於豐田全年營業利潤的10%多。這說明豐田本身雖然強，但這一年利潤本來是承壓的，是弱日元幫他墊住了一大塊缺口。所以這輪日本大企業的繁榮，不能只說是銷量爆發、技術突破，裡面很大一塊是弱日元送來的賬面紅利。問題是，這筆紅利不會自動分給一線打工人，而且真正撐起日本就業的也不是這些巨頭。日本 99.7% 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，承擔了大約 70% 的就業。可最難受的恰恰就是這群小微企業，他們沒有海外收入，沒有定價權。日元貶值之後，進口能源、原材料、物流成本全漲，但產品價格很難跟着漲。大客戶一句話就能壓死他們，你敢漲價，我就換供應商。最後就变成工厂接單越多，利潤越薄。老板不敢漲價，只能壓成本。員工工資不動，設備壞了湊合用，所有人一起硬扛。2025年，日本破產企業超過1萬家，創下10多年高位，其中小規模企業占了大頭。所以這不是全民復甦，而是頂層吃紅利，底層扛成本。那大企業賺這麼多，為什麼不給員工多漲點工資呢？為什麼不給供應商讓點利？答案很現實，錢不是沒有，是流向變了。企業賺了錢，第一件事不是給底層分肉，而是穩股價、分紅、海外投資、回購股票。2025財年，日本上市公司宣布的股票回購規模超過22萬億日元，差不多相當於上市日企全年利潤的40%。企業不是沒錢，只是這些錢先流向股東和資本市场，反而变成了股價上漲的燃料。但它不会自動流進打工人的工資卡，也不會主動救中小供應商。有人說日本不是已經漲工資了嗎？確實，名義工資漲了一點，但物價漲得更快。最後就是工資條變厚，錢包變空，看似漲了工資，實則還是更窮。更麻煩的是，日本還不敢讓工資大規模上漲。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一度超過 260%。如果全民工資大漲，通脹繼續往上衝，央行就會被迫加息。一加息，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上升，股市承壓，政府的付息压力也会瞬間變大。所以日本現在很尷尬，不加息，普通人繼續被物價消耗；加息太快，企業、股市和政府債務又一起承壓，最後只能犧牲普通人的購買力，保住資本市场的體面。這就是日本當前割裂的現狀。所以你看，日本企業財報再漂亮，也不代表普通日本人變富了。巨頭靠弱日元做量利潤，股東靠分紅和回購躺賺，外國遊客靠匯率折扣低價掃貨。只有本土日本人被困在物價、低薪、養老3重壓力裡。他們不是不努力，是拼盡全力也分不到這輪繁榮的一口湯。可普通人不是看懂了財報就能少交房租、少買大米，工資追不上物價，養老壓力又越來越重。那日本普通家庭到底靠什麼活下去？下期我們繼續講更扎心的真相。為什麼70歲老人還要被迫打工？為什麼有人打幾份工還是不敢生孩子？想看完整邏輯，點個關注，合集連貫收看。